我快60了。这天，我公司的电脑突然弹出一条消息：你的账号已被注销，请尽快去人事处办理离职手续。我的手一颤，默默按下了一个红色的按钮，然后关闭电脑，收拾起自己的东西。老李，后天那个3.6亿的合同呢？王总，我被开除了，您该去问新来的总监。别装蒜，资料不是都在云端服务器吗？密码给我。没错。但按照您上个月亲自批准的新保密规定，员工离职，名下所有云端文件将自动永久销毁。12月，北方的风像刀子一样割人。华鼎集团的年会颁奖典礼，暖气开得足，鎏金的灯光把每个人的脸都照得油光发亮。我叫李文斌，58岁，华鼎集团的技术总监。我在这个位置上做了20年，为这家公司我付出了38年，从一个毛头小子到如今头发花白。下面我们要颁发的是年度卓越贡献奖，获奖者是我们华鼎的定海神针技术部的李文斌李总监。主持人高亢的声音响起，聚光灯打在我身上，周围是雷鸣般的掌声。我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身上这套穿了10年的旧西装，从容地走上台。董事长王震亲自给我颁奖，他紧紧握着我的手，对着话筒，声音洪亮：老李啊，你可是我们华鼎的3朝元老，是公司的基石，老将离间，有你在，我心里就踏实。他笑容满面，眼角的褶子里都带着亲切。我拿着沉甸甸的水晶奖杯，看着台下那些年轻或熟悉的面孔，心中涌起一股暖流。38年，就像一场漫长的马拉松，现在我终于快要看到终点了。还有2年，我就能光荣退休，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欣慰是此刻我唯一的情绪。典礼结束，人群渐渐散去，一个身影拦住了我，是高飞，新来的副总监，32岁，海归精英。王震面前的红人，他脸上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镜片后的眼睛里却看不到半分温度。李总监，王董有请。我以为王震要单独嘉奖几句，便跟着他走向董事长的专属楼层，可他没有带我去王震的办公室，而是拐进了旁边一间小会议室。高飞反手关上门，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毫不掩饰的轻蔑。他从精致的皮质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李总监，看一下吧。白纸黑字，标题刺眼，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我的大脑嗡的一声，有一顷刻的空白。我抬起头，看着眼前这张年轻而傲慢的脸。什么意思？我的声音有些沙哑。高飞靠在椅背上，双手抱胸，姿态闲适。意思就是李总监，你被裁了，公司要优化组织结构，注入新鲜血液，你这套过时了。过时了？我几乎要笑出声。半小时前，王震还握着我的手，说我是公司的定海神针。半小时后，我就成了一套过时的旧家具。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一点点收紧，呼吸都变得困难。震惊、错愕、荒谬。我要见王震。我站起身。不必了，这是王董亲自签的字，他现在正在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没空见你。他指了指文件末尾那个龙飞凤舞的签名，是王震的字迹，我认得。我盯着那个签名，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赔偿金 N+1，一分都不会少你的。人事那边已经算好了，签了字，钱马上到账。高飞的语气像是在打发一个乞丐。签完字，你就可以走了。哦不，是立刻滚蛋。他的用词恶毒且直接。我拿起笔，手有些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愤怒，一种被彻底背叛和羞辱的愤怒在我胸膛里燃烧。我签了字，把文件退了回去。我可以回办公室收拾一下我的私人物品吧。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高飞嗤笑一声，不用麻烦了，我已经安排保安帮你收拾了，你的东西都在公司门口等你。他站起身，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很重。李总监，哦不，老李，感谢你为公司奉献的青春。现在你可以安心养老了。说完，他大笑着扬长而去。我独自在会议室里站了很久，直到腿脚都有些麻木。我走出会议室，想回我工作了20年的办公室看最后一眼。门口的密码锁已经识别不出我的指纹，权限不足。冰冷的电子音提示。我隔着玻璃门看进去，高飞已经坐在了我的位置上，正端着我那个用了10几年的旧水杯喝水，杯子上印着我女儿小时候的涂鸦。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目光，朝我举了举杯子，露出了一个胜利者的微笑。几个昔日的下属，也是我亲手带出来的徒弟，从旁边经过。他们看到我，眼神躲闪，脚步加快，好像我是什么瘟疫。只有一个刚入职不久的小姑娘对我投来同情的目光，但很快被旁边的同事拉走了。人心凉薄至此，屈辱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转过身走向电梯，2个穿着制服的保安已经等在了那里。李先生，请吧。他们的表情麻木，像2尊没有感情的雕塑。我被他们护送着穿过灯火通明的大堂，
前台小姐的脸上带着幸灾乐祸的笑。公司门口冷风呼啸，一个破旧的纸箱被随意地扔在台阶下，里面的东西散落了一地，书籍、笔记，还有一个保温杯，以及那个被高飞用过的印着我女儿涂鸦的马克杯。它碎成了几片，静静地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那是我女儿送给我的第一个父亲节礼物。我看着华鼎集团那几个烫金的大字，在夜色里闪着冰冷的光。38年的青春，38年的奉献，最终就换来这么一个破纸箱和一个摔碎的杯子，像一个天大的笑话。我蹲下身，把散落的东西一件件捡回纸箱。捡到那个破碎的杯子时，我的手指被锋利的豁口划破了，血珠渗出来，滴落在碎片上。我不觉得疼，因为心已经死了。那一刻，所有的震惊、屈辱、愤怒都沉淀了下去，变成了一片死寂的冰冷。我抱着纸箱，没有回头，一步步走入深沉的夜色，背影在路灯下拉得很长很长，决绝。从此，我与华鼎再无瓜葛，只有血海深仇。我没有回家，我怕妻子和女儿看到我这副狼狈的样子会担心。我抱着纸箱，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最后走进了一家常去的小面馆。老板见我来了，热情地打招呼：“李哥，今天这么晚，老样子？”我找了个角落坐下，再加个荷包蛋。今天是我58岁的生日，我给自己点了一碗长寿面，面很快端了上来，热气腾腾，模糊了我的视线。我拿起筷子，慢慢地吃着，面条很劲道，汤头很鲜美，荷包蛋煎得恰到好处，可我吃在嘴里却尝不出任何味道，我的心是空的。就在这时，面馆的门被粗暴地推开，冷风灌了进来。王震带着高飞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他一眼就看到了角落里的我，脸上立刻堆起了夸张的假笑。哎呀，老李，我找你找得好苦啊，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吃面也不说一声？他大步流星地走过来，一屁股坐在我对面，好像我们还是多年的好兄弟。我眼皮都没抬，继续慢条斯理地喝汤。公司裁员是高飞这小子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已经狠狠地批评过他了。王震说着，狠狠瞪了高飞一眼。高飞立刻心领神会，对着我90度鞠躬。李总监，对不起，是我工作失误，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往心里去。他们的表演拙劣又可笑，我看着碗里还剩一半的面，彻底没了胃口。王总，裁员通知都下了，字我也签了，不必了。我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喜怒。我冷眼旁观，看着他们还能装到什么时候。王震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他终于不装了，身体前倾，声音压低，带着一丝焦急。老李，别闹脾气了，说正事儿。后天和风驰集团签约的那个3.6亿的项目，最终版的方案呢？原来如此，我心里冷笑。我说今天怎么这么大阵仗？董事长亲自出马，原来是为了那个3.6亿的合同。那个项目从前期技术攻关到后期方案细化，整整耗费了我大半年的心血。李总监，别耍性子了，那可是3.6亿，公司的未来都压在上面了，你耽误得起吗？我被开除了，所以你应该去问新来的高总监，而不是我这个已经滚蛋的前员工。这是我今晚的第一个爽点。李文斌，你别给我装蒜，我知道你这老东西有备份的习惯，资料不是都在云端服务器吗？密码给我。他终于露出了真实面目，那个刚愎自用、过河拆桥的王震。王总，您记性真好，资料的确都在云端。王震的眼睛一亮，快说，密码是什么？不过，王总，您是不是忘了？上个月，为了加强公司的数据保密，防止员工离职带走核心资料，您亲自批准了由高总监起草的《员工离职数据管理规定》为3.0版本。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锤子，狠狠地砸在他们心上。王震和高飞的表情凝固了。我靠在椅背上，好整以暇地看着他们，然后一字一顿地念出了那条他们亲手为我量身打造的规则。规定第7条，为防止核心技术信息泄露，任何员工无论级别、无论原因，离职程序生效的1分钟内，其个人账户名下的所有云端文件、本地电脑备份以及历史版本记录，都将由系统进行自动的、永久的、不可逆的销毁。销毁标准参考军工级，数据多次复写，物理层面都无法恢复。王总、高总监，这条规定还是您2位当初逼着我们技术部加班加点，在1周之内开发上线的。我作为技术总监，自然要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我的话音落下，王震和高飞的脸色瞬间煞白，惨白如纸，像是被一道天雷狠狠劈在了头顶。他们呆呆地看着我，嘴巴张着，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我看着他们从嚣张到绝望的表情变化，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痛快。用你们的剑斩你们的官，还有比这更极致的复仇吗？我站起身，从钱包里掏出20块钱放在桌上。老板，饭钱。然后
我绕过已经石化的王震和高飞，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面馆。身后传来了王震气急败坏的咆哮和碗碟摔碎的声音。我走在深夜的冷风里，第一次感觉到了呼吸的顺畅。这场复仇才刚刚开始。王震显然不信邪，或者说他不愿相信自己亲手布下的天罗地网，最后网住的会是自己。我回到家时，妻子和女儿已经睡了。我轻手轻脚的洗漱，换上睡衣，躺在床上却毫无睡意。我打开手机，静静的等待着。果然，凌晨1点，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进来。我接通了，没有说话。李总，是我，小张。小张，技术部的一个小伙子，我带了他3年。出什么事了？李总，王总疯了，他让我们所有技术人员回公司，说不惜一切代价要恢复您账户里的数据。结果呢？恢复不了，根本恢复不了。您设计的那个销毁程序太狠了，3重加密，7次复写，我们连数据碎片都找不到，这简直是自杀式的清除。高飞呢？高总监，他刚才想把责任推到您身上，说没想到您会真的遵守规定，结果被王董当场扇了一巴掌，打得嘴角都流血了。王董现在让我们签军令状，说天亮前恢复不了数据，我们全部滚蛋。按流程办事，恢复不了就是恢复不了，天塌不下来。说完，我挂了电话。我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华鼎集团技术部灯火通明、一片混乱的景象，王震的咆哮，高飞的狼狈，还有那些技术员的绝望。而我躺在自己温暖舒适的床上，像一个隔岸观火的看客，毫无怜悯，只有冷漠的快意。第二天一早，我被财经新闻的推送吵醒。华鼎集团重大利空，因突发技术原因，与风驰集团价值3.6亿的合作项目无限期推迟。风驰集团宣布，已与华鼎集团的竞争对手启明科技就相关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我点开股票软件，华鼎集团的股票开盘即死地封在了跌停板上，1天之内市值蒸发数十亿。网络上股民们的哀嚎和咒骂铺天盖地。华鼎集团内部，一场剧烈的问责风暴正在上演。高飞这个海归精英，这个 PPT 专家成了第一个替罪羊，他被光速开除，并且华鼎集团的法务部以重大工作失职为由，向他发起了巨额索赔。他想风风光光的来摘桃子，结果却背上了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巨额债务。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王震，据说在办公室里把他最心爱的那对清代古董花瓶全都砸了，一夜之间头发白了一半。我平静地看着这些新闻，泡了一杯茶，坐在阳台上晒着冬日里难得的暖阳。38年的阴霾好似在这一刻被彻底驱散。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一个陌生的号码，归属地是本地。我接通了电话。喂，请问是李文斌、李工吗？电话那头是一个沉稳有力的中年男人的声音。我是。李工您好，我是启明科技的贺东。启明科技 CEO 贺东，这个名字我如雷贯耳。他是近年来科技圈声名鹊起的一匹黑马，眼光毒辣，手段强硬，带领启明科技在短短几年内就成为了华鼎集团最强劲的竞争对手。贺总，有事吗？电话那头的贺东笑了起来，笑声很爽朗。李工，我刚刚抢了你们华鼎一个3.6亿的单子，您不会怪我吧？我已经不是华鼎的人了。我淡淡的说。我知道。贺东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李工，我对您仰慕已久，您在华鼎是明珠蒙尘，现在既然您自由了，有没有兴趣换个地方，和我们一起继续创造传奇？他的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平静的心湖，我的血液似乎又开始慢慢的沸腾起来，斗志在这一刻被重新燃起。贺总想怎么合作？我问。明天上午10点，我亲自登门拜访，我们当面聊。好。挂掉电话，我看着窗外湛蓝的天空，一个属于李文斌的时代结束了，但另一个即将开始。第二天上午，贺东准时出现在我家门口，他一个人来的，穿着一身裁剪得体的深色西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40岁的男人身上有一种沉淀下来的锐气和野心。他没有带任何助理，手里只提着一个果篮，像是来拜访一位老友。李工，冒昧来访，没打扰您吧？他笑得很真诚。我把他让进屋，亲自给他倒了茶。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没有一句废话，直入主题。贺东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聘用意向书，推到我面前。李工，这是我们启明科技能给出的条件，您先过目。我拿起来看，职位首席技术顾问，这是一个虚衔，但后面跟着的权限说明却让我心头一震。1. 拥有对公司所有技术项目的最终否决权。2. 独立领导一个技术实验室，预算不设上限，人员自由招聘。3. 直接向 CEO 本人汇报，不受任何其他部门掣肘。这3条，任何一条
都是所有技术人员梦寐以求的权利。王震给了我38年的苦劳，却从未给过我这样的信任和尊重。我接着往下看，薪酬是华鼎的2倍。最让我心动的是最后一条，其额外赠予李文斌先生启明科技1%的原始股权，及时生效。启明科技虽然还未上市，但以他目前的发展势头，这1%的原始股价值至少在9位数以上。贺东这是把自己的身家压在了我的身上。我放下文件，看着他。贺总，我们素未谋面，你凭什么这么相信我？贺东的眼神很亮，他说：我相信的不是您这个人，而是您这38年来写下的每一行代码，攻克的每一个难关，培养出的每一个徒弟。昨天华鼎跌停，我让我的团队做了一个复盘，结论是那个销毁程序本身就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技术杰作，它精准、高效、决绝，而且完全合法合规。能设计出这样程序的人，值得我赌上一切。他的话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被尊重的感觉。士为知己者死，我被他的诚意和魄力彻底打动了。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一个可以让我尽情施展抱负，并且完成复仇的完美平台。我接受。我说。贺东的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我补充道。李工请讲。我要带一个人走。谁？孟瑶，他是我最得意的徒弟，现在在华鼎做技术骨干。孟瑶这孩子聪明正直，技术功底扎实，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颗赤诚的心。在华鼎那种乌烟瘴气的环境里，他是一股清流。我想把他带出来。没问题，我马上让人事部跟他联系，职位和薪水都由您来定。老师，您没事吧？我没事儿。丫头，想不想换个地方跟着我干？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想。老师您去哪我就去哪。好，去把辞职信交了，我在启明科技等你。是。半小时后，孟瑶给我发来一张照片，是他刚刚提交的措辞强硬的辞职信。我入职启明科技，以及孟瑶追随我一同跳槽的消息，像一颗炸弹在华鼎集团内部炸开了锅。王震的办公室里再次传来了瓷器碎裂的声音。他暴怒了，在他看来，我这是赤裸裸的背叛和挑衅。他立刻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负责华南市场的区域总监赵红也从外地被紧急召回。赵红是王震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40多岁，在华南地区人脉广，手段狠，是王震最得力的一条恶犬。会议室里，王震的咆哮声隔着几层楼都能听见。给我盯死启明科技，特别是那个李文斌，我要让他知道背叛我王震是什么下场。我要让他在这个行业里身败名裂。赵红当场立下军令状，扬言3个月内要让启明科技在华南市场颗粒无收。贺东很快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他的办公室里气氛有些凝重。老李，这个赵红是块难啃的骨头。华南市场是我们今年最重要的战略布局，如果被他搅黄了，对我们的影响会很大。我走到墙边那幅巨大的华南区域地图前，目光落在几个重点城市上，我的手指轻轻敲击着地图，然后我淡淡的开口：赵红啊。我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当年能从一个片区经理坐上今天这个位置，还是因为我帮他解决了一个他捅出来的致命的技术漏洞。他的打法，他的路数，他的底牌，我比他自己都清楚。贺东看着我，眼神从凝重变成了强烈的期待。一场区域战争即将打响，而我早已运筹帷幄。赵红的动作很快，也很狠，他像一条疯狗盯上了启明科技在华南地区跟进的第一个大项目为 G 式的城市交通系统，提供智慧升级方案。这个单子标的额8000万，虽然不大，但示范意义极强。一旦拿下，启明科技就能在华南市场撕开一个口子。启明的销售团队已经跟进了半年，和客户方的关系也维护得相当不错，眼看就要进入最后的签约阶段。赵红一出手就是雷霆手段。第一招，价格战，他直接代表华鼎报出了一个比我们低30%的价格，这个价格已经击穿了成本线，纯粹是赔本赚吆喝。第二招，人脉关系，他动用了自己在 G 市经营多年的关系网，直接找到了客户方的最高决策层，一顿饭局许下种种承诺，启明的销售团队一下子就被架空了。连续几天，销售总监老张都愁眉苦脸的来找我。李顾问，这可怎么办啊？客户那边现在连我们电话都不接了，赵红这孙子简直是不讲武德，这么搞下去，我们别说挣钱，底裤都要赔掉了。贺东也有些担心，问我需不需要调整策略，也跟着降价。我却让销售团队按兵不动，让他降，他降得越狠，摔得就越惨。我对贺东说。同时，我把孟瑶叫到了我的实验室，我交给他一个任务。丫头，你带几个人，立刻对华鼎目前正在市场上推广的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做一个深度的压力测试报告。老师，您的意思是？
孟瑶冰雪聪明，立刻明白了我的意图。我点点头，没错，我早就知道那个系统是高飞那个草包为了赶进度留下的一屁股烂账。别的都好说，只有一个致命的漏洞，在高并发请求下，他的数据处理会立刻崩溃。这个漏洞我曾经给王震提过3次，但都被他以杞人忧天为由压了下来。高飞更是把他当成我的嫉妒和打压。现在是时候让这个漏洞绽放它应有的光芒了。孟瑶领命而去。3天后就是华鼎和济市交通局的签约日。前一天，赵红意气风发，为了展示华鼎的肌肉，特意邀请了济市交通局的一众领导去参观华鼎在邻市 A 市打造的标杆项目 A 市的智能交通管理系统。他要让客户亲眼看看华鼎的技术实力是多么雄厚。一切都按照我的预想在发展。签约仪式当天下午4点，我打开电脑，登录了一个 A 市本地的技术爱好者论坛，用一个匿名的 ID 发布了一个帖子，标题是 A 市交通系统根本无法承受太大压力，大家切勿尝试运营测试脚本。帖子里附上了一段我早就写好的测试脚本。下午5点半，正值 A 市的晚高峰，对方果然看到这个帖子慌了，越是不让测试，他越是拼命测试。瞬间，数以万计的虚拟请求如潮水般涌向了 A 市的交通管理系统服务器。然后灾难发生了 ，A 市的交通系统全面崩溃，市中心所有的红绿灯全部失控，胡乱闪烁，道路监控一片雪花，交通诱导屏上显示着乱码，整个 A 市的交通瞬间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大瘫痪，主干道上堵成了几公里的长龙，喇叭声、咒骂声响成一片，一场巨大的负面公共事件就此爆发。而此刻，赵宏正带着济市交通局的领导们堵在 A 市返回济市的高速公路上，他们透过车窗看着旁边车道上纹丝不动的车流，听着广播里关于 A 市交通系统全面瘫痪的紧急新闻。济市交通局局长的脸色从铁青变成了酱紫，他当着赵宏的面直接一个电话打回了局里，和华鼎的签约立刻取消。赵宏的脸比死人还难看。就在这时，一辆挂着启明科技标志的商务车从应急车道上缓缓停在济市领导的车旁，车门打开，启明的销售总监老张和我的徒弟孟瑶走了下来。老张手里拿着一份孟瑶团队刚刚完成的华鼎智慧城市系统压力测试报告，孟瑶手里则拿着一份我们连夜赶出来的 G 市交通系统应急备用方案。老张把报告递给了那位局长，微笑着说：“领导，堵车辛苦了，我们启明科技永远把系统的稳定性放在第一位。”那位局长接过报告，只翻了2页，额头上的青筋就爆了起来。他看着我们那份详尽的应急方案，沉默了良久。最后，他当着赵宏的面对老张说：“明天上午来我办公室，我们谈谈签约的事，预算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加20%。”赵宏那几千万的投入和他吹过的所有牛皮，都在这一刻化为了泡影。我坐在启明科技的办公室里，看着孟瑶发回来的现场照片。照片里，赵宏失魂落魄地靠在车上，像一只斗败的公鸡。我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很香。这场智商上的碾压，这场4两拨千斤的胜利，比任何直接的冲突都更让人舒畅。我预判了你的预判，赵宏，你还太嫩了。G 市的失利像一个多米诺骨牌，引发了华鼎华南业务的连锁反应。赵宏不甘心失败，开始疯狂反扑。他动用一切资源，在接下来的2个项目里和我们展开了惨烈的肉搏战。但我总能先他一步。他想抢一个政府的云服务项目，我直接策反了华鼎那个项目的核心技术负责人。那位负责人是我10年前的老部下，对赵宏这种外行领导内行的作风早已积怨颇深。我只是给他打了个电话，聊了聊家常，顺便无意中透露了启明科技正在研发的下一代云架构，比华鼎领先了至少2年。第2天，他就带着整个核心团队集体辞职，加入了启明。华鼎的项目瞬间瘫痪。他想拿下一个大型国企的信息化改造订单。我让孟瑶提前整理了一份华鼎现有系统所有潜在的但尚未公开的技术后门和安全漏洞清单。这份清单匿名发给了那家国企的纪检部门。国企最怕的是什么？是安全问题。华鼎的方案直接被一票否决。短短3个月，启明科技在我的指点下，连续拿下了3个原属于华鼎的重大项目。我们在华南市场站稳了脚跟，并且势如破竹。而华鼎的华南业务线则军心涣散，业绩雪崩。赵宏从一开始的意气风发，到后来的气急败坏，再到最后的惶惶不可终日。据说王震在电话里把他骂得狗血淋头，让他提头来见。王震终于感到了恐惧，他发现
用商业手段他已经无法遏制我，于是他开始动用盘外招。他狗急跳墙，选择了最下作也最狠毒的一招。一天晚上，孟瑶神色慌张地冲进了我的办公室。老师，不好了，我刚收到内线消息，王震他找了道上的人，想制造一场意外，让您住院。我的心猛地一沉，一股彻骨的寒意从脚底升起。我没想到王震竟然会丧心病狂到这个地步，他这是要我的命！滔天的愤怒在我胸中翻涌，几乎要将我的理智吞噬。但很快，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愤怒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让我落入对方的圈套。报警！我们马上报警！没用的，没有证据，报警也没用，他们只会做得更隐蔽。我的大脑在飞速运转。王震，你既然把事情做绝，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丫头，你别慌，你现在去做一件事，把赵红这些年在华南地区利用项目承包、吃回扣、搞利益输送的所有证据链都给我整理出来，一条都不要漏。赵红的那些脏事，我当年在华鼎的时候就有所耳闻，只是那时候他是王震的狗，我动不了他。现在是时候把这条狗连同它的主人一起埋葬了。孟瑶虽然不解，但还是立刻去执行了。接下来的2天，我表现得和往常一样，每天按时上下班，开一样的车，走一样的路线。我知道暗处一定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我在等他们动手。第3天下午，我开车回家，经过一段监控稀少的旧工业区路段，一辆巨大的没有牌照的泥头大货车突然从旁边的小路里疯了一样冲出来，迎面朝着我的驾驶室撞了过来。那轰鸣的引擎声如同死神的咆哮，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我猛打方向盘，车子擦着货车的车头，险之又险地避了过去，但车身还是被狠狠地剐蹭，发出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我的车失控地撞向了路边的护栏，安全气囊立刻弹出，我的头被震得一阵眩晕，千钧一发。而那辆大货车还没来得及掉头进行第2次冲撞，几辆早已埋伏在周围的警车瞬间拉响警报，从4面8方包抄过来，将他死死地截停。车门打开，一个凶神恶煞的司机被警察按倒在地。我推开车门走了下来，看着眼前的景象，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反转的时刻到了。原来在得知王震的计划后，我第一时间就匿名报了警，并且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贺东，让警方提前进行了布控。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配合警方演绎出引蛇出洞的戏。货车司机很快就招了，他供出了联系他的中间人。顺着这条线，警方很快就锁定了王震的司机和一笔可疑的50万的转账记录。虽然还无法直接定罪王震，但他雇凶伤人的嫌疑已经板上钉钉。就在警方对王震展开调查的同时，我让贺东把他手上掌握的关于赵红贪腐的所有证据一统统给了最有影响力的几家财经媒体和省里的经侦总队。第2天，惊天丑闻爆发，华鼎集团高管惊爆贪腐窝案，区域总监赵红被带走调查，商业竞争竟下黑手，华鼎董事长王震涉嫌雇凶谋害前技术总监。2条新闻引爆了整个舆论场，华鼎的股价连一个挣扎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开盘一字跌停，并且连续3天天天跌停。赵红在办公室里被经侦的人带走，王震虽然暂时还没被抓，但已经被警方24小时监控，限制出境，焦头烂额，形同困兽。华鼎在华南的业务彻底崩盘，而我李文斌经此一役，毫发无伤，并且彻底坐稳了华南技术教父的地位。这场危机被我转化为了最彻底的反杀。我站在医院的病房里，看着电视上王震那张憔悴不堪的脸，我的胳膊在撞击中有些轻微的软组织挫伤，需要留院观察，但我的心里却是一片前所未有的畅快。王震、赵红，你们的死期不远了。华鼎集团风雨飘摇，连续的丑闻，暴跌的股价，崩盘的业务，这家曾经的商业巨轮像是被我凿开了一个巨大的窟窿，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沉。董事会里终于有人坐不住了，以元老级董事孙董为首的几个大股东对王震的管理和决策提出了严重的质疑，他们和王震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裂痕已经公开化。一天下午，我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是孙董打来的。文斌啊，我是你孙叔。他的声音带着些许疲惫和刻意的亲切。孙董是华鼎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当年力排众议，把我从一个普通技术员提拔为工程师的人，与我有知遇之恩。只是后来他退居2线，不再过问具体事务。孙董您好。孙董您好。我客气的回应。文斌，
公司的事儿你都看到了吧？王震他糊涂啊！孙董长叹一声，我代表董事会为公司之前对你做出的不公待遇向你道歉。我这次找你是想问问你愿不愿意回来帮公司拨乱反正。他开出的条件很诱人，集团副总裁兼任 CTO， 重组整个技术委员会，权力在我之上的人只有董事会。只要你回来，王震那边我们董事会自然会给他压力，让他彻底放权。我静静地听着，心中却是一片清明。我回忆起当年孙董对我的赏识和提携，心中确实有几分感慨，但我也看透了他们此刻的真实目的。他们不是来忏悔的，他们是来找消防员的。华鼎这艘船快沉了，他们想让我回来，用我的技术和声望堵上那个窟窿，好让他们能继续安安稳稳地待在船上。至于我曾经受过的屈辱和伤害，在他们眼里根本不值一提，我不过是他们用来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好用的一颗棋子。我假意沉吟了片刻，孙董，这件事太突然了，我需要考虑一下。而且我现在对公司近2年的情况完全不了解，特别是几个核心项目的真实财务状况，我心里没底。如果我真的要回去，我必须对我未来的工作有一个清晰的判断。我抛出了我的诱饵，孙董为了拉拢我，立刻上钩。这个你放心，我马上给你开一个临时的最高级别的访问权限，公司近3年的所有财务报表和项目数据你都可以看。文斌，我们都盼着你回来，力挽狂澜啊！挂掉电话，我的脸上露出了冰冷的笑容。王震、孙董，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资本家永远不会懂，我想要的不是回来当一个修补匠，我是要亲手砸烂你们这艘破船。当天晚上，我和孟瑶在启明的保密实验室里通宵达旦。孙董给的后门权限很高，我们像2只贪婪的公蚁，在华鼎集团庞大而复杂的数据海洋里疯狂地挖掘着。越挖，我的心就越沉；越挖，我的手就越抖。我们发现，王震为了粉饰他那所谓的狼性文化和激进扩张带来的巨额亏损，为了维持一个虚假的繁荣股价，在过去的3年里进行了系统性的大规模的财务造假。他将公司大量的本应计入成本的研发投入，通过复杂的会计手段包装成了可以增值的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他还利用几10个在海外注册的、股权结构错综复杂的空壳子公司进行大规模的违规资本运作，左手倒右手，凭空捏造了数10亿的利润。这个惊天大雷一旦引爆，华鼎集团将不仅仅是股价暴跌那么简单，它会直接退市、破产清算。而王震本人也将因为财务欺诈、操纵证券市场等多项罪名面临牢狱之灾。老师，我找到了，这就是华鼎的命门，这就是王震的死穴，这就是我复仇的终局。我没有立刻行动，我将这些所有的证据做了3重加密，分别存储在3个不同的离线的硬盘里，它们是3颗定时炸弹。我需要一个最合适的时机，一个最盛大的舞台来引爆它。第2天，我回复了孙董。孙董，公司的情况我了解了，问题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我可以考虑回来，但前提是接下来由国家部委牵头的下一代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安全标准的竞标项目，必须由我来全权主导。如果能拿下这个项目，华鼎还有一线生机；如果拿不下，神仙也救不了。孙董和董事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他们看来，这是我递出的橄榄枝。他们不知道，我只是在为王震搭建一个最华丽的、公开的刑场。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安全标准制定权的竞标会在北京举行，这不仅是一场商业竞标，更是一场决定未来10年中国整个工业互联网领域话语权的巅峰对决。行业内所有巨头悉数到场，主管部委的领导、顶尖的院士专家组成了阵容豪华的评审团，数十家主流媒体现场直播。这场竞标有2个最大的热门，一个是摇摇欲坠但仍想借此翻身的昔日霸主华鼎集团，另一个是势头正盛、代表着新兴力量的启明科技。王震将此视为自己翻身的最后一次机会，他孤注一掷，亲自带队坐镇现场，而我则代表启明科技站在了他的对立面。这是我们自那晚面馆一别后第一次正面交锋。抽签结果，华鼎先讲，王震亲自上台，他看起来憔悴了很多，但眼神里依然带着那种熟悉的傲慢和偏执。他身后的大屏幕上播放着制作精美的 PPT， 各种时髦的、听起来高大上的概念层出不穷，云原生、数字孪生、零信任架构、AI 赋能。他口若悬河，激情澎湃，鼓吹着华鼎将要打造的一个无比宏大、无比绚烂的未来生态。台下一些不懂技术的投资人和媒体记者听得连连点头，但评审席上的那些专家院士们眉头却渐渐皱了起来。王震讲完了，
鞠躬下台，收获了一阵礼貌性的掌声。他走过我身边时，停顿了一下，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低声说：“李文斌，你老了，这个时代不属于你这种老古董。”我没有理他。我走上台，我没有带 PPT， 我只让工作人员给我推上来一块巨大的、干净的白板。全场一片哗然。在这样高级别的竞标会上，不用 PPT 简直是闻所未闻。王震在台下露出了讥讽的笑容。我拿起一支黑色的马克笔，转身面对白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下午好。我不喜欢谈论那些虚无缥缈的概念，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技术的本质。我一边说，一边开始在白板上画。我画下了中国工业互联网从30年前引进第一条自动化生产线开始，整个技术架构的演进图，从最初的 PLC 控制，到后来的 SCADA 系统，再到 DCS 集散控制，再到今天的工业以太网和物联网平台。我的手很稳，线条清晰，逻辑严密。我没有看任何稿子，所有的数据，所有的节点，所有的协议都刻在我的脑子里。台下的喧嚣渐渐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被我白板上的那幅图所吸引。那不是一幅简单的技术图，那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工业信息化的发展史。30年前，我写下了华鼎代码库里的第一个控制代码。20年前，我主导设计了国内第一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DCS 系统。10年前，我们开始探索工业互联网的架构。我比在座的任何一个人都更了解这套体系的优势，也更清楚它的软肋。刚才王总的方案听起来很美，但是它存在3个致命的却被刻意包装和掩盖了的缺陷。第一，它的云原生架构看似先进，却完全忽略了工业场景对极端稳定性和确定性延迟的苛刻要求。一旦网络出现丝毫抖动，整个生产线都可能瘫痪，造成的损失将是灾难性的。第二，它所谓的 AI 赋能，实际上只是在数据表层做了一些浅显的分析，根本没有深入到工业机理模型。这种伪智能在复杂的工业流程中，不仅无法优化效率，反而会因为误判带来巨大的安全风险。第三，也是最致命的一点，他提出的那套零信任安全架构，在底层逻辑上存在一个根本性的悖论。这个悖论会导致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系统管理员的最高权限被非法窃取。我每说一点，台下专家席上的点头声就更响亮一分，王震的脸色也更苍白一分。李文斌，你这是纸上谈兵，你这是用过时的思维来否定创新。我转过身看着他，这一次我的眼神锐利如刀。王总，技术可以迭代，但对技术的敬畏心永远不能过时。我问你，你还记得华鼎内部代码库里的第73号紧急安全补丁吗？王震愣住了。我继续说，那是20年前，我为了修复一个可能导致整个华东电网调度系统在雷雨天出现大规模瘫痪的底层漏洞，带着团队熬了7天7夜写下的补丁。而你今天这个光鲜亮丽的新方案，在底层逻辑上犯了和当年那个漏洞一模一样的致命的错误。我的声音响彻整个会场。降维打击，这是最彻底的、最专业的降维打击。王震张着嘴，哑口无言，一张脸涨成了猪肝色，在全场所有人的注视下颓然坐了下去。他输了，输得一败涂地。我讲完后，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会后主管部委的那位白发苍苍的领导特意走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李工啊，我们需要的就是您这样既懂得历史又看得见未来，更对技术心怀敬畏的真正专家呀。我站在聚光灯下，享受着属于我的荣耀。我知道王震的时代彻底结束了，华鼎的丧钟也由我亲手敲响。竞标的失败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启明科技毫无悬念地成为了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安全标准的主导制定单位。这个消息一出，启明科技的名字响彻了整个中国科技界，风头无两。而华鼎集团的股价应声再次跌停。董事会里弹劾王震的呼声达到了顶点。孙董他们再次找到了我，姿态放得更低，几乎是在恳求我回来主持大局。我拒绝了，因为大局已定。王震预感到了末日的来临，他开始疯狂地试图通过各种地下渠道转移他在国内的资产，准备外逃。但他已经晚了。我选择了在此时引爆我手中那3颗定时炸弹。我将那3个存有华鼎系统性财务造假完整证据链的硬盘，一个交给了国家最高证券监管机构，一个交给了公安部经侦局，还有一个交给了中央电视台的深度调查栏目。我的出手决绝且致命。次日，风暴降临，数十名来自证监会和公安部的调查人员如神兵天将突击查封了华鼎集团的总部大楼，所有的服务器，所有的账目
全部被封存。王震正在他的办公室里和他的律师商讨着如何脱身。办公室的门被撞开，冰冷的手铐铐在了他曾经不可一世的手腕上。他在无数员工惊恐的目光中被戴上黑色的头套，狼狈地押走。当天晚上，新闻发布会召开，监管机构向全国公布了华鼎集团在过去数年间系统性财务造假、虚增利润上百亿的惊天丑闻，金额之大，手段之恶劣，触目惊心。曾经的商业帝国被勒令立即停牌，接受调查，进行破产清算。一个时代轰然倒塌。我站在启明科技顶楼的落地窗前，喝着茶。对面那栋我工作了38年的华鼎大厦，第一次在夜晚陷入了彻底的黑暗，所有的灯都熄灭了。看着那片黑暗，我的心中没有复仇成功的狂喜，只有一声悠长的叹息，怅然若失。孟瑶轻轻地走到我身边，递给我一件外套。老师，结束了。他说。我摇了摇头。我看着窗外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看着更远处深邃的夜空。不，只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我们的时代才刚刚开始。我的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这场复仇从个人恩怨开始，却在一个更高的维度获得了新生。我的胸中豪情万丈。